一支21年的蘇格蘭威士忌其實價格不太便宜了。那在市場外面有哪一些21年的蘇格蘭威士忌值得買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麥芽奶爸。今天呢，我會分享給你們8支21年的蘇格蘭威士忌推薦。喜歡我的頻道，不要忘記按個讚、留言、訂閱跟開啟小鈴鐺，還有超級感謝哦，或 Super Thanks。好，那這次呢就是要分享8款的21年蘇格蘭威士忌。如果有觀眾還想我繼續做這些推薦影片，請在下面留言，我會盡量考慮要分享哪一些酒款給你們，就是我有喝過的酒款，然後我覺得可以入這個清單裡面。好，那這次的小威士忌知識分享，我是想多跟你們討論一些單字嘛，就是原酒、桶強跟單桶。反正我是想多講清楚這個原酒跟桶強，因為在威士忌的行銷有時候會搞混這兩個單詞，可是因為叫習慣了，所以沒辦法嘛。可是理論上是有一點不對，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威士忌這個過程，就是蒸餾的過程，所以我們可以多了解為什麼。好，首先呢，威士忌一蒸餾出來，它的顏色是白色的嘛，而且這個叫 New Make Spirit。那理論上这個是比較接近原酒的意思嘛，因為原酒就是在日本那邊在做清酒的一個詞叫 Genshu 嘛，原酒。然後我們這邊高粱也是一樣，就是剛蒸餾出來的高粱大部分是叫原酒，酒精濃度很高，然後也是白色的。大部分白酒就是會叫原酒，就是剛蒸餾出來的。那在蘇格蘭威士忌呢，他們入桶前他們就會加水，把酒精濃度降到 63.5%， 所以理論上威士忌不能叫原酒了，對不對？因為就是入桶前去熟成都有加水了。威士忌在橡木桶熟成12年、18年等等，熬出來沒有加水，這個是叫桶強，就是 cask strength 嘛。從桶子裡面的威士忌拿出來，沒有加任何一滴水，這個就是桶強。那有一些威士忌的行銷會叫這個是原酒嘛，可是如果你們知道，就是入桶前他們已經有加水了，所以應該只是一半對的叫法，專業一點應該是叫桶強威士忌，而不是原酒。那如果你們問為什麼 New Make Spirit 要加水降到 63.5%， 然後再入橡木桶，為什麼呢？大部分這個就是蘇格蘭那邊是有安全考量，就是因為 75% 的酒精濃度你放在一個橡木桶裡面，然後萬一那個酒窖着火了，每一顆威士忌桶就是好像是一個炸彈嘛，所以是蠻危險的。然後他們也是說 63.5% 這個酒精濃度效果是比較好的，就是你把它降到 63.5%， 然後入桶，以 New Make 來講是最好的酒精濃度去熟成。好，那接下來就是單桶嘛，單桶就是 Single Cask。Single Cask 就是從一桶的威士忌裝瓶的，沒有混任何別的桶。那有時候厂商或是一些 IB 公司會覺得如果有加水是比較好的味道，比如說有一些 Gordon MacPhail 或是 Samaroli 的這些 IB 公司，他們會覺得可能 48.5 是最好的味道，以這個單桶就看那個調酒師怎麼決定。那就是單桶不一定是桶強的威士忌，只是跟你們多了解一下，因為有時候會說哦這個是單桶，然後會以為哦那就是可能是桶強或是原酒嘛，反正這個是不一定的，有时候會放水。那最好的方式就是看酒標嘛，就是如果有明明寫 Single Cask 然後又是 cask strength， 這個就是桶強的單桶。好，那希望有稍微幫你們講清楚一下，那個桶強的威士忌理論上是不能叫原酒的。那你們呢？你們覺得呢？因為有時候我也是會叫原酒，因為反正叫習慣了嘛。可是理論上是不對的，可是就是想多了解嘛，多了解有多這樣子分享知識是最好的。你們呢？你們是有習慣叫桶強嗎？還是習慣叫原酒，一個高酒精濃度的威士忌？請在下面留言，歡迎討論哦。好，那就話不多說了，我們來看
這8款我覺得最好喝的21年蘇格蘭威士忌。第8名我會選白樂門21年，它是43%酒精濃度，有冷凝過濾跟沒有調色，然後價格大概在3800左右嘛。其實呢，這個價格有往下修正的，以前我記得是大概5500左右，然後那時候我是覺得白樂門15年在2000左右，然後如果要去21年就貴個2-3倍了，所以我覺得那時候有一點不划算。可是如果它的價格在3800左右，我是覺得是蠻不錯的，蠻划算，因為我是比較喜歡白樂門的這個風格嘛，就是有那個老式杯的煙燻味道。可是我是真的覺得43%是有一點可惜，酒精濃度有一點低，可是它的酒體是蠻強壯的，所以我覺得還是可以接受，它不會水水的。那這個就是現在我覺得算是蠻親民的一支21年的單一麥芽，這個就是第8名白樂門21年。好，那在第7名我會選皇家波卡萊21年 Royal Blakla 21，它是46%酒精濃度，非冷凝過濾跟無調色，價格大概在7000塊左右。這支它是有利用3種雪莉過桶的，所以我覺得是蠻特別。它就是有利用 Oloroso、Pizza 跟 Paulo Cortado 這3個雪莉桶嘛。這支的舊版我以前有喝過，覺得不怎麼樣，因為是 40%， 可是現在他們有改善，把酒精濃度提高了一些，46，可是一樣價格也差不多是偏高的。可是我覺得 Royal Blakla 他們的這個風格是不錯的，是有那種高級的質地嘛，反正有 Royal 皇家的這個字，就自然會覺得比較貴。這支就是蠻多層次的雪莉風味，有那個 Oloroso 的葡萄乾、杏仁乾啊這樣子，然後 Paulo Cortado 的那個杏仁果乾這樣子，然後 Pizza 的蜜餞風格，我覺得是做得蠻不錯，而且有年份的21年，所以木質調性是比較濃。這個就是第7名 Royal Blakla 21年。好，那在第6名我會選 Ardbeg 21年，它是 46.8% 酒精濃度，非冷凝過濾跟沒有調色，價格大概在12000左右嘛。這支真的是比較貴了，其實很貴的一支了。那我是建議你們可以先買單杯，如果有去酒展逛到，可以先買個單杯試試看，或是去酒吧，然後很喜歡，然後覺得划算再入手嘛。這支的泥煤雪莉的風格做得很棒，真的很好喝。有年份的 Ardbeg 喝起來是比較柔順的，比较舒服。它的那個泥煤的感覺是比較悶騷，就是煙燻，而且不是那種年輕的 Ardbeg 就是會在你嘴巴爆炸性的那個泥煤嘛，就是有那個很強的碳味這樣子。這支 Ardbeg 21年是比較柔順一些，喝起來很舒服，有那個皮革啊跟雪茄的那個風格。這支就是做得蠻平衡的，蠻推薦的。這個就是第6名 Ardbeg 21年。接下來第5名我會選 Glenkeith 21年，格蘭基斯21年，它是 43% 酒精濃度，有冷凝過濾跟沒有調色，價格在5000塊左右。這支呢其實是有一點小眾的高年份威士忌，我是沒聽過，因為他們完全好像沒有在做什麼行銷，可是就是有好朋友分享，然後有喝到，就印象是蠻好喝的。他們這家 Glenkeith 是有關廠過，從1999年到2013年，所以這支21年的威士忌應該是會有比較老的威士忌在裡面，可能23年等等嘛，因為他們有停產很久，所以如果要裝瓶高年份的威士忌，一定會調配一些比較老的威士忌在裡面，它就是有那個老酒的風格在裡面，層次是蠻多的。雖然酒精濃度是比較低一點，可是喝起來味道是夠濃。我就是有參加一次會，就是有喝了很多桶強的威士忌嘛，可是喝了這個 Glenkeith， 它還是有味道跑出來，所以那時候印象很深。這個就是第5名 Glenkeith 21年。接下來第4名我會選格蘭多納21年，而且這個就是舊的版本，舊包裝。它是 48% 酒精濃度，非冷凝過濾跟沒有調色，然後價格大概在6000塊左右。這支呢真的是一個經典的老雪莉炸彈的威士忌，就是會有那種葡萄乾啊，
烏梅，然後木質調，這些都真的喝起來很濃，那個味道很濃很深，層次超多，然後又很平衡。新的 GlenDronach 21年，個人是覺得還是沒辦法做出來這種舊的版本，而且這支也是有比較老的威士忌調配在裡面嘛，可能有25年在裡面，就是要看那個版本嘛。Billy Walker 的版本是一定會有老酒在裡面，你喝了 GlenDronach 你就會愛上威士忌，這個就是我覺得心目中最好喝的那個 GlenDronach， 就是我永遠會忘不了它，因為剛接觸威士忌就蠻喜歡的一支。這個就是第4名，格蘭多納21年。好，那在第3名我會選亞莫21年，它是46%酒精濃度，非冷凝過濾跟沒有調色，然後價格在3500左右。這支呢，我覺得是最親民的威士忌的一支，因為我覺得超級便宜，3500，这個理論上是好像18年的價格的威士忌，可是能買到21年，這個真的是一個享受，所以我排它是到第3名是有原因的，因為價格真的很漂亮。我是有參加過他們的那個品酒會，然後有喝到12年、18年跟21年嘛，他們的核心款。我覺得亞莫做的蠻平均的，很厲害。就是你會喝到同樣波本桶的威士忌，慢慢有那個老酒的味道出現。21年的這支那個老酒的味道就是很明顯的，就是開始出現的那個段落，所以他們抓的蠻漂亮的一支，而且價格又很漂亮，所以一定買的。它的那味道或風格，就是因為是大部分是 ex-bourbon cask 嘛，所以有很濃的香草奶油，然後有那個檸檬派的味道，一樣有那個比較濃的木質調。大部分你會知道是老酒，因為木質調是比較濃一些，很香。這個就是第3名亞莫21年。好，那第2名我會選雲頂21年，它是46%酒精濃度，非冷凝過濾跟沒有調色，然後價格是會讓你罵髒話的價格。No God please no no no。好，沒辦法，這個就是最貴的21年，目前就是核心款的版本，所以我就沒有給第1名嘛，因為真的實在太貴了。這個我就是一樣建議，可能去參加品酒會，然後或是去買單杯來喝一下，或是買小的分享瓶帶回家。這個我個人覺得是人生喝過大概的前5名的威士忌，一定的。我喝到的那個版本就是2022版本，就是比較多雪莉嘛，好像是55%的那個，喝起來真的很不一樣，很好喝的味道，很濃，然後層次很多，木質調，真的老酒的味道。很香，真的很香。我現在在形容就在流口水嘛，就是只能這樣了，只能流口水的價格。反正它的味道會留在你嘴巴，真的很香，很漂亮。它是一個算是完美的威士忌，以我來講的話，那價格就是另外一個故事了，就看你們覺不覺得划算嘛。想不到。我是個人喝過2022版本，然後2020版本我都覺得做得很漂亮，很好喝。就是有雲頂的風格在，就是很漂亮，有那個皮革雪茄，然後又有那個他們家的那個美味嘛，好像起司的味道，鹹鹹的，很棒。這個就是第2名，雲頂21年。好了，那我們來到第1名，第1名我會選Caperdonic 21年的尼美版本，它是48%酒精濃度，非冷凝過濾跟沒有調色，然後價格大概在7000塊左右。這個酒廠 Caperdonic 它是2002關廠的，然後目前沒有復活。這支 Caperdonic 我記得大概在2024左右就是出現在台灣的市場，剛好那時候酒市就是往下修正了嘛，就是沒有很好的，所以這支沒有被炒作，價格算是蠻親民的，以關閉的酒廠。那為什麼它比那個 Imperial 帝國便宜呢？ Imperial 我是記得在疫情的期間就突然
爆紅，因為大家都說這個是官場，然後是一個好投資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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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好喝。我是有喝過帝國的威士忌，是蠻好喝的，可是我覺得這支 Caperdonic 不會輸給它，而且價格是好很多。這支的泥美老酒平衡度跟層次都做得很完美。我也是有喝過他們的25年，然後一些 IB 的27年，它真的表現得很漂亮。如果我還有多的零錢，我可能会慢慢收這些，反正酒是不好嘛，買一些關閉的酒廠的威士忌，然後又好喝，可以多多考慮，對不对？好，那這個就是21年的前8名的推薦。希望你們有機會試到這些酒款。那如果你們有試過我以前的一些推薦，然後覺得我推薦對了，請在下面留言，歡迎討論。然後你有一些好喝的21年推薦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，歡迎一起討論，歡迎多找到一些寶嘛，就是好的老酒。好了，那就一樣，謝謝大家的收看，記得要訂閱哦，幫我的頻道成長到1萬的訂閱者，感謝你們的支持，下次再見了，拜拜。